哎，早。早，好巧啊，我俩又是一个班。想到他那班，我有点发怵。哎，你别发怵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医院里面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，我罩着你。来，咱俩就趴那儿来。该锻炼了。这医院一个坑，副作用已经很严重了，吃不下东西，恶心吐，一会儿这儿疼，一会儿那儿疼，哪儿都不舒服。其实哪儿的问题都不是，是肾脏的问题。整体环境不行了。我建议啊，你们去挂个肾内科，越早开始治疗越好，因为这个再下去的话，容易转成尿毒症。现在已经有点晚了。好，那大夫，我们马上就去啊。爸，咱一会儿就好啊。这会儿怎么没病人啊？您电脑上有显示吗？没有了。那就是你已经看完了。哟，今儿挺清闲啊。我还纳闷呢，这才6点多，难道是我这个医术精进了，然后病人都不跟我看了看了多少个呀？18个。？18个多吗？啊，跟您比肯定不算多。哎呀，难得我今天有空啊，你也闲着，我给你加一课。真的，师傅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急诊的夜班啊，师傅，我刚买了，还冰着呢。您得着。哎，其实我也不太渴。这个急诊的夜班啊，有他自己的门道。一般饭点儿人少，为什么呀？大家都吃饭呢，啊，有点什么小不舒服的呢，都能挺过去。但到了7、8点钟，哎，开始上人了。哦9、10点钟呢？啊，9、10点那个喝完酒犯病的，还有喝完酒打架斗殴的，就陆陆续续的来了。但我告诉你，最危险的是后半夜。那个时候大家都睡得很香啊，不轻易来医院，来的那都是急症、重症。而且那个时候你最困呢，是吧？精神也最麻痹。所以我给你提个醒，就是那个点儿来的病人啊，不管他症状怎么样，你都要打起12分精神去治，因为哪怕是很轻的症状，也有可能致命。明白，师傅，我记住了。哎呀，看在你这么勤奋好学的份上，给你点奖励，尝尝我的拿手好戏。苦瓜黄豆排骨汤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。师傅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把那孩字去掉，用肯定句，你闻这味儿香不香？啊，啊，挂吧，看见个屁！别嘴，看不见，我早吃饭去了。你再看这颜色，这，哎呀，这捂的时间长了点儿，它刚出锅的时候那个苦瓜翠绿翠绿的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挺好的，色香味儿，真是。
哎，师傅你别删了，越删越饿。哎，你饿就对了。我这是何德何能啊，能享受您这般待遇啊？哦，哎呀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，一人吃不如俩人吃，俩人吃不如仨人吃。哎，我隔壁你隔壁那同志其实也，哇，熟了这么香啊！给我来点呗。你来的早不如来的巧。哎，那我上手了啊！那我说你的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排骨炖的，这肉都不用咬，牙一碰就从骨头上掉下来了。你这骨头都能嚼，你们试试。这么辣，最起码得煲了有2个小时以上吧？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炖，正好2小时。哎，师傅，这是啥啊？无花果啊？这是牛角牡丹，可惜了我这精心改良的配方，能吃吗？能吃。你可别吃！哎呀，这是豆蔻，跟肉炖在一起去异味的。啊，不过你吃了也行，健脾消食的。吃吧。这个味儿挺大。我倒是它。你得了吧，你别倒了。哎，没多少啊，哎呀，你这是我就把这底儿我跟你说，收了你没资格吃，你连豆蔻、人无花果都分不清，你这别炒你不行。来，这儿都是你的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好的汤就得给你这样的姑娘吃啊！高山流水遇知音呐。没了。没了。确定没了？没浪费。没了。给你来一块。哎呀，你看看人家，谦让。太鲜了。陆老师，你说你汤煲的这么好，你太太在家肯定很幸福吧？我还没太太呢，啊？不会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像我这么优秀的不应该哈。对啊。你说你手艺这么好，都找不到老婆，你是别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会演啊？我的意思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我的意思是重，说。有这么好手艺的男人，其他地方一定不会差的。听见没有？来，具体说说，比如呢？你想煲这个汤，肯定需要耐心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妈说过了，但凡做饭好吃的男人，人品都不会太差的，一定是心里装着爱的人，所以做饭才会如此美味。知我者，缺也。包也，包有缺也。我吃饱了。陆老师，以后有什么好吃的，记得再喊我。必须叫你。不是，你吃完了吧？我帮你把碗刷了吧。放这儿，别动。没事儿，上手的事儿。哎呀，不，你不是忙吗？你这赶紧去，忙你的。走吧。啊，谢谢陆老师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爱吃就常吃。把碗洗了。啊，我还在高速上呢，车坏了，还得3、4个小时。你们先吃吧，不用管我了。行，先挂了啊。哎，我的车就在高速路旁边呢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在那等着呢，你们能不能快点？好，赶紧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听他们说还有3、4个小时啊。你不是说接我们的车很快就到吗？到底需要多久啊？这不，我刚打完电话，最少还得2个小时。还要2个小时啊？师傅，这晚上8点半我一定要赶到燕都的，我有急事啊，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？你着急，这么多人都着急，你着急，你在这儿也挡不着车呀。这么说吧，师傅，我是个大夫，我8点半一定要赶到燕都，我真的有急事啊。你着急？啊。那行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
哎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到了。哎，等我，等我啊！这，好，哎，路上把哥们照顾好啊！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来，去吧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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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您慢着点啊！啊，好。哎呦，辛苦你了啊！哎呦，没事，哎，慢点。啊，谢谢啊，慢点啊！哎呦，脚底下小心。哎，你的车在哪儿啊？哎，你跟着我走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喂，啊，哎，我给朋友帮个忙，哎，把人送到燕都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不会喝酒啊。哎，行了，我把人送到就回来啊，挂了啊。师傅啊，这趟辛苦你跑一趟。哎，没事。那你这一趟我该给你多少钱？去燕都啊，3000。3000，这也太贵了吧？你刚才没说呀？不是，您这不是着急吗？你看这反正也没开出去多远，不然我再把您送回去，你坐大巴车去办事也行啊。别，千万别，你接着开。师傅，你这么做算不算是在敲我竹杠啊？嗨，兄弟，我不是跑粗都的啊，看见我后面的货了吗？我送一趟货呀，都不止这个数。再者说了，这回我是纯粹跟你帮忙，这天儿可就黑了，这地价啊，压根儿就打不着车。要等天黑透了，那我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哎，你到底做不做啊？要做啊，扫码啊，别跟我这费劲。我给你现金。啊。看来呀，我还是要烧吧。师傅给你钱。哎呀，大哥，举起啊！嘿，我跟您说呀，上次也有一大哥，哎，师傅，跟你这情况一样，好好看着路行吗？哎呀，没事儿。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，请你尽量快点，我真的赶时间。得嘞，您就请好吧啊，走着。黄丽萍是吧？哎，对，回去给你办啊。医生，您看一下那个化验单。哎，好。哟，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很高哎。啊？那我这以后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其他的指数还行。你这个头晕啊，应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。对，妈妈先把病考。妈妈不看表，妈妈在谎话。妈妈，这是我的艾莎。嘿，现在我才是你的艾莎公主。现在艾莎公主命令你，不许说话，因为妈妈要看病，好吗？乖啊。这个还好，不是特别严重啊。我跟你说，给你开点二甲双胍，给你开点瑞益宁。回去吃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，饮食上要很注意，药量上也要注意，要达到一个平衡啊。哟，罗大夫，看什么戏呢？这么开心？我看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啊。得了吧，都知道你在看包大夫。别等到了，我得送个报告单。我等你到了，这么大份你进不去？嗯，逗。别拿我走。
干嘛呀你？你干嘛？我问一下大夫，不是，医院你们家开的呀？你这个胆囊炎的情况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还不到做手术的地步。轮到你再接，轮到你。来，给我拿药吧。我怎么不讲理了？我，哎，大夫，你看一下我这个。看。哎，他问我2句话1分钟都要不了，你在这闹多久了？我在这排队对吧？他插队，你替他说话。哎，王大夫，你找保安把他请出去了。我看一下，就2分钟。我在这排队，你让保安把我请走，插队的人有理是吧？你不管他吗？我没有插队，我就是不讲理的。我让你看今天谁不讲理。谁？哎，站着！报警！哎，你们吵什么吵？这不是菜市场。我东西放下。你谁啊？我新来的。内蒙古来的，原来练摔跤的。就你们这么吵下去，谁能看病啊？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。你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们没有情况，我孩子有情况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孩子，你看看这个手，就这样。轻点。这应该是骨折。骨折啊！哎，下一个就到我们了，要不你先给他止疼吧，哭了一路了，肯定是疼得非常厉害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孩子太小，得挂儿科。要不这样，你去医街我们挂号处重新挂个号。我走不开呀！你看我爸，你看这个腿摔了一下，你看这怎么摔的？孩子跌下去了，然后他去抱，没有抱住，两个人一下子就滚下去了。你这得挂骨科，我们这是内科。你这不是急诊吗？急诊不是都看的吗？你一会儿骨科一会儿儿科，你不能把我们病患推来推去吧？哎，你别急啊，因为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在骨科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。但我们这个号都已经挂了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找个人帮我们去挂个骨科号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先带着你父亲去骨科看一看，让阿姨和孩子这等一等。我妈也去不了，她看见我爸跟我孩子，前面一着急，那老毛病又犯了。哎呀，我说了不让你管我，不让你管我。妈，听我说呀，你管我，这他前面已经吐了好几回了，他就觉得这个是老毛病，无所谓。吐了，妈，您少说2句，你说的我真的是头疼。哎呦，阿姨，情绪别激动啊，你是恶心呕吐是吗？你有胸痛、胸闷吗？来的路上是有一阵儿针扎似的疼啊。你妈这个可能是心梗。哎，护士问一下 CT 室。哦，好。哎。来人帮忙！王大夫！哎，2台手术啊，1台心梗，1台起搏器植入，等会儿是安排好了吗？他们说绿通大夫还没到。开玩笑呢，这谁的绿通？左文达左大夫。醒，嘿，到了啊！到地方了，来。好。到盐都了啊！好，谢谢。哎，师傅，哎，你不能走，还没送到地方呢。这就是燕都啊！我的车限号进不了城，你在这儿打车方便啊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哎。大哥，人我送到了啊，收了他2000，给您转500，您收好了啊，谢谢张哥关照啊。
喂。哎，左老师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我哪知道啊？2台手术病人都等着呢，死活联系不上。你有他家里电话吗？我没有啊。不是，你先找别的大夫，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。为什么？你别管了，你快点找人吧。啊。哎，李叔，看见我师傅了吗？休息室躺着呢。才几眼就躺下了。师傅，赶紧起来了，急诊2台手术得上台了。要绿通了，大夫。魏大夫刚上台，左老师还没回来呢。找主任、副主任、各级领导。领导们都开会去了。那就找别的大夫。哎呀，这没有别的人了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急诊突然来了好几台手术连着，都忙疯了。继续等老左。左老师联系不上，一个下臂急性心梗，一个防治肠道阻滞。哎呀，随时都可能猝死，这事儿你必须得管。你快点起来！你怎么了？你一大夫都给自己造成豆蔻过敏了，还不消停？吃了口服药还要打针，你就跟不知道有不良反应这回事儿似的。不良反应、副作用我比你清楚，那这不是最快吗？来，我自己来。就您这模样啊，都够全院人笑1年半的。我来吧。啊！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排骨汤配方不改了。师傅，那咱这手术是上还是不上啊？我眼睛是肿，又不是瞎。哎，师傅，你这眼睛真的行吗？视野稍微有点受限，我适应一下。你躲开。哎，师傅，我不做了，多少钱？前方还有1.5公里啊，马上到了。哎，我手机呢？150。我给你现金。来，给。哎。白色城堡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通知其他家属了吗？说是没有其他家属了，老爷子给娘俩签的字。你妻子呢？离了。其他兄弟姐妹呢？我现在才知道，什么叫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只有我愿四方，四方无缘于我。老人和孩子我们都安置好了，手术以后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。准备手术吧。庄老师还没到，大约多久到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意思？电话都打快没电了，一直联系不上。呀，你这眼睛这儿呢，能行吗？请好吧你。阿姨啊，要给您做个穿刺，然后在血管里。我儿子怎么样？您儿子血管有点问题，需要安装个起搏器。心脏传导是啥意思？严重不严重？严不严重得坐着看啊。您的情况比他严重啊，要尽快手术。
那刚才不是还在找大夫吗？能手术吗？应该已经做上了啊，放心吧。那我孙子现在在。您放心，您别起来啊，别动啊，哎。师傅怎么办？下臂急性心梗，黄氏肠道阻塞3度，哪个都等不得。最早下台谁啊？宋老师。多久？最快也得半个小时。你个老祖，跑哪儿去了呢？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你能按支架，能按起步器？我都不会。别让我起来！躺着！你现在躺着。手术的顺序我们会安排，您现在要保持情绪稳定。大夫，我求你了，给我儿子先做吧。我60多岁人没就没了，可我儿子还年轻呀，我求你。您要是现在这么激动的话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您知道吗？两台手术一块做没问题的。你死哪儿去了你？啊？不是陆毅，你要想骂我的话，等手术以后再骂好吗？我现在去1号导管室啊，就这样。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应该不是什么胸肺问题，看起来更像是乳腺问题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个 B 超，你去做一下，好吧？然后那个结果出来了以后，你再拿着结果过来找我。去吧。好，谢谢医生啊。没事儿。爷爷快点嘛！冲哪儿去？这不是您腿都这样了，刚打完固定，骨科大夫没跟您说呀？要固定患处，减少活动。骨科大夫说了，没有骨折，养养就好了。不是，那您也得养啊！这满哪溜达算怎么回事啊？万一养不好，落下残疾，您怎么办？没事，走。哎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大夫，这孩子好不容易把他哄得不哭了，他叫奶奶叫他爸爸。我们来照顾孩子，把孩子的手给搞伤了。老太太，我儿子救得过来，哎，我知道了。你说我也没事，哄哄他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星星。星星。这战车这么帅，应该不是你的吧？那当然是我的啦。当然是你的，你自己怎么不开，让你爷爷开？爷，你坐，你坐，我要开给他看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好。你坐。哎，快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腿，蹬一腿，哎，你慢点。哎呀，不是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可能刚才累的。那你现在有头晕的症状吗？有。胸口吗？胸闷吗？心里有点慌。您之前有心脏病史吗？为什么选择骨动脉检测？陆老师经验丰富，这位患者的桡动脉比较细，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痉挛，所以就……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刚才包大夫打电话说，我跟他爸。包大夫打电话说，楼下患者房颤，需要安装临时起搏器。做完这台，马上排他的。等不了了，他的心率一直在200以上。药物治疗和电复力治疗之后，心率变成20，快慢综合症，必须马上安装临时起搏器，就快好。现在哪还有医生能做手术啊？什么8万年不遇的倒霉日子？师傅，要不然让我去装临时起搏器吧？你当安了林奇那么简单啊？这随时都可能意外发生。刘飞，哎，你做过造影吗？我做过。送过导管吗？送过，但是我没做过临时起搏器手术，我不行。我知道你也不行。
就算是造影，旁边也得有人带着我。我自己实在没把握。带，有办法吗？你们3号导火室，胡斌母亲，下臂急性心梗，释放支架，我来主刀。2号导火室，胡斌父亲，快慢综合症，释放林奇，左老主刀。1号导火室，胡斌，房室传导阻塞3度，植入永久起搏器。刘飞在我跟左老师的指导下操作，王安民辅助。你们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前期的消毒、麻醉、静脉穿刺、导丝送至下腔静脉，建立好通道。剩下的由我或者左老师下台之后完成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最棒的是回答最快。刘飞，替我看好他，别让他又捅娄子。我知道你心里没底，但凡事都有第一次。现在是特殊情况，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知道我是逼你上战场，但你放心，我跟老祖绝不会让你堵枪口。哎，你行吗？放心，肯定行。如果完成不了任务，到时候你再审判我啊！准备手术，加油，有我呢。你的情况比较特殊，需要全麻。术后的清醒跟麻醉剂的剂量还有每个人耐药性有关，时间长短不一样。那我好了之后，我爸妈的手术是不是也已经结束了？应该是。别担心，今天主刀医生都很有经验。我不担心，我就希望我们一家3口能够顺顺利利的从手术室里走出来。如果有人走不出来的话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你放心吧，你们一家3口一个都不会少的。该说说，不该说别说啊。如果我们一家3口能够平安出来的话，我给你们送大锦旗。放心吧，这面锦旗我们要定了。准备麻醉。好。阿姨啊，您儿子的手术那边都安排好了啊，您放心，我现在给您做手术，在您腿部呢做一个穿刺，然后安放一个支架。我们现在需要植入一个临时的心脏起搏器啊。今天我要加多饼。好。麻醉起效了，准备手术。好，心理恢复了，准备领取。好。这左锁骨下切口，静脉造影。刘飞啊，记得切口不要太深，一定要记得我以前说过的各种注意事项啊。
置入引导导丝，沿上腔静脉向心房方向前进啊。导丝受阻，无法进入上腔静脉。你少在这儿，你躲开点儿。把你把图像传过来吧。大夫，大夫，啊，怎么了？大夫，我妈血压又上来了。哦，血压多少？140、180。哎，醒醒，来，下来，快，我有事去了啊！你在这坐着来，啊，在这自己待着，乖乖的不能跑啊！等我回来。你妈妈叫什么？陈芳芝。陈芳芝，走。调整导丝方向，顺时针转，再转。逆时针，好，转。我反复试了好几次，都没办法进入右上腔静脉。从右肘静脉注射造影剂进行造影。陆老师，好了，啊。右上腔静脉缺如，难怪导丝无法进入。这么说，这个患者很有可能是左上腔静脉永存。你见过这种病例？在论文上看过。师傅，陆老师，陆毅老师现在应该正在通过最狭窄的部位，他现在没空管你。那个把1号导管室的画面转到我这边来。哎呀，有点麻烦呢，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。穿刺左肘，做静脉造影。开始打造影剂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跟王阳明猜测的一样，确实是永存左上腔静脉。孤立性永存左上腔，还真有这种病例存在。我们做1000次都碰不到这么一例，你们这第1次就碰到，真行。100万分之3的概率。我读博士的时候，跟我的导师研究过类似的课题，当时全国只有9例，起搏器植入的成功率是44%，脱位率高达11%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理论上说，只能通过左上腔静脉植入起搏器。电极的植入和固定难度都很高。这样的手术，我也没有做过呀。没事，我这马上结束了，我过去植入，准备支架。好，我这边也剩最后一步了，等我一下，很快就好。哎，那个岁数大的，你们派人盯着点，调完喊我。哎，欣欣，欣欣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阿姨，啊，爷爷奶奶和爸爸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没有，他们就是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了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你在骗我，他们就是不要我了。小沈，哎，擦眼泪，擦汗。好。你说这 VC 怎么对我也没什么用啊？哼，我说陆毅啊，你这用上 VC 了啊！我要是你啊，就给自己注射葡萄糖酸钙 ，VC 对你没效。我要是你就给自己注射特浓咖啡，要不你非睡台子上不可。小沈，哎，陆老师，您说怎么了？给我注射5号生葡萄糖酸钙。现在？可你刚才已经输过液了，这样不符合用药规则呀。哎呀，管得了那些？都这时候了，你听我的。那扎哪儿？扎脖子还能扎哪儿啊？陆毅啊，你记得一定要稀释以后才能用啊，而且推得慢点儿。哎呦，你怎么跟个老太婆似的？你就做你手术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在沉重离别里呼吸，当下和失望中继续，心慌也在陌生的生命抚摸它的背脊，靠什么孤独中前行，春风吹或下不起，无所熄灭的心，当城堡矗立。